魏无羡忍不住了，抱紧面前的蓝忘机，蓝湛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喜欢我，不知道你为我做的事情，我一直以为你都讨厌死我了。蓝忘机愣住了，回抱住魏无羡，你不知我心悦你。魏无羡点头，蓝湛，不夜天之后我没有神智的，我那一句句滚不是对你说的，我以为我的面前都是厉鬼，我是对他们说的，不是你，你的告白我没有听到。蓝忘机突然笑了，那我再说一遍，我心悦你，魏婴。魏无羡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可是我都死了。蓝忘机也哭了，不，你没死，没死。看着蓝忘机崩溃的样子，魏无羡赶紧道，好，没死，我可是夷陵老祖魏无羡，我就算为了你，我要想办法复活，跟你在一起。蓝玉自从带回了魏无羡，就有了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净室的权利。蓝忘机觉得他能逗魏无羡开心，便允许他进入。蓝玉看着魏无羡，拿出自己画的符，魏前辈，你看我画的怎么样？魏无羡点头，挺好，不过这里应该多加一笔，威力会更强。蓝苑拿出自己的符纸，魏前辈，我的呢？魏无羡笑了，阿苑画得很好，如今他可以保持正常人的状态5个时辰。魏无羡觉得他用鬼身修成金丹之后，就算真正的复活了。蓝玉开心道，魏前辈，我跟你说，我太爷爷给我取字了，等我生日一过，你就可以叫我景怡了。蓝思追，对了，你们都可以叫我字了，以后要叫思追，我生日都过了好久了。魏无羡笑了笑，好，以后叫你思追，叫你景怡。前些日子，蓝思追过生辰时，魏无羡送了他护身玉佩，保证他在千年厉鬼面前也有自保之力。蓝景怡当时看的就眼馋了，魏无羡说他生辰之时也送他一块。蓝忘机脸上带着些许笑意，看着这一幕，感觉就好像他们是一家人。道侣，孩子。魏无羡送走了2个不愿离开的人，回到了房间里。蓝湛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已经快5年了。蓝忘机点头，这5年是他过得最幸福的5年。他的魏婴同意与他在一起，就在这净室。这5年，魏无羡为了修炼字一直在蓝氏，蓝忘机也减少了出门的时间。蓝曦臣还以为他终于忘记了魏无羡，毕竟之前的蓝忘机除了必要从不留在蓝家。1年到头看不到人影，门敲响了，魏无羡恢复了魂体，蓝忘机打开了门，是很久未见的蓝曦臣。蓝曦臣笑道，忘机，你最近气色好多了。蓝忘机看着蓝曦臣很平静，兄长，有何事？蓝曦臣，没什么事，就是回来发现你在家，来看看你。最近5年我一回来就能看到你，感觉像回到了从前。蓝忘机，没有。蓝曦臣愣了愣，怎么了？蓝忘机，没有回到从前，兄长一直驻留金陵台，我就算不出门夜猎，我们见面次数也很少。兄长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兄长了。蓝曦臣有些尴尬，我以后尽量少去，阿瑶那边我总是需要多帮帮他的。蓝忘机一听阿瑶之名，就不想说任何话了，开始沉默。蓝曦臣一看蓝忘机这个样子，无奈道，忘机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点心，我记得你最喜欢吃他家的绿豆糕了，小时候我给你带回来，你总是很开心。蓝忘机接过绿豆糕，多谢兄长。门生突然过来，宗主，金宗主来信。蓝曦臣赶紧站起来，忘机，我还有事，下回来看你。急匆匆地走了。蓝忘机看着手里的绿豆糕，突然觉得绿豆糕一点也不好吃，以后再也不吃了。魏无羡显出身影，抱住了有些低落的蓝忘机，蓝湛，我在呢。蓝忘机有些脆弱的把头埋进了魏无羡的胸口，发出了一声闷闷的闪电停止，蓝忘机赶紧上前抱住了浑身赤裸的魏无羡，脱下外衣包住了他。魏无羡笑着看蓝忘机，握住蓝忘机的手，蓝湛，你感受到了吗？蓝忘机，热的。魏无羡笑着把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，这里呢？蓝忘机哭了，心跳声。魏无羡抱住蓝忘机，蓝湛，我成功了，我会永远陪着你了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站了起来，回到了小木屋。魏婴，我们结为道侣可好？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笑着道，好。次日下午，魏无羡捂着腰看着在天雷下的蓝忘机，我去，做这事居然能提升修为的吗？早知道早干了，
我这辛辛苦苦5年，感觉这一夜修为就差不多赶上那5年的一半了。天雷结束，蓝忘机有些懵逼地看着自己丹田的元婴，修真界已经几百年没出过元婴期了，居然这么容易。就跟魏婴看着一直扶着腰的魏无羡，换了一件干净衣服，抱起魏无羡，魏婴，我元婴了。魏无羡把手放在了蓝忘机的丹田处，看着缩小版的蓝忘机，一时之间被萌得不行。蓝湛，好可爱啊！蓝忘机笑容收敛，有些嫌弃自己的元婴，抱着魏无羡又进了房间，还是修炼吧。